那目前支援 Title Connect 的音响 Soundbar 就是 MBO， 你还真的找不到第二支 Soundbar 可以去播这个就支援这个 Title Connect。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款比较少人讨论的产品哦，它是由德国这个 Sennheiser 所推出的 MBO Soundbar， 然后它是在2019年所发布的。这时候可能就有些观众朋友会好奇说，2019年发布的产品，为什么现在2022年了，也要接近尾声了，那还要拿出来讲呢？其实是因为 Sennheiser 他们最近有说，他们要推出新的一款 MBO Soundbar， 那他们新的这一款 MBO Soundbar 就会叫做 MBO Plus。那原本的这个 MBO 大支的，还会叫做 MBO Max。然后主要差别在于价格方面哦，新版的 MBO Plus 它的美金售价会落在1500元美金。那原本的这支大支的 MBO Max， 它是落在2500元美金，台湾的售价大概8万元出头左右。那同时呢 ，Sennheiser 还会推出一款8寸的无线中低音搭配这个整个 MBO 系列。好，那讲到了这个德国 Sennheiser，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了解说 Sennheiser 他们是做什么的。其实 Sennheiser 他们这个品牌有名的是，可能你常看一些麦克风，就是采访用的 shotgun 枪型麦克风，或录音室、舞台 PA 上面的一些麦克风系统，以及家用的耳机、录音室耳机、监听耳机，你会看到 Sennheiser 的品牌。没错，的确，2019年 Sennheiser 推出 MBO 的时候，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这种 Soundbar 的产品，然后第一次做就做那么贵，也的确当初很多的这个音响的这个乐迷发烧友都好奇说这个 Soundbar 到底表现怎么样。好，那我们来讲一下 MBO 它整支的这个内容。其实它整支的话，它就是非常单纯，就是你目前看到我前方的这个长条形的 Soundbar， 然后它包装有内附一个这个校正用的麦克风。Soundbar 的本体呢，正面上方非常简洁，就是一些实体的电源啊、大小声切换讯源的按钮。尤其是在单体的配置上面呢，它配置的，你从正面来看的话，它从左边来讲，它左右声道各配置了一个1寸的高音，然后接着呢，紧邻着就是3颗的这个4寸的低音单体，那中间一样是一个1寸的高音，同时它的两旁呢也做了高音单体，两侧各1颗哦，然后上方的话，它是用了2颗3.5寸的天空声道的单体，所以以 Soundbar 来讲啊，就是 MBO 它真的是配备了，这么讲，不管是数量或者是尺寸来讲，都算非常多的。然后它原厂是说它提供了一个 5.1.4 的这种声音的体验啦。那我觉得就是很多观众朋友他们在选购 Soundbar 的产品、音响产品的时候，常常会纠结说，这个厂商说它提供了，假如说 5.1.4， 它提供了 7.1.2， 它提供了 5.1.2， 到底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这边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您在买这种，尤其是单支型的 Soundbar 的时候，基本上你不用去管什么厂商给的参数，你只要去试听的时候去感受这个 Soundbar 产品，他们能很好的给你这种左声道、中声道、右声道的感受，以及在天空声道上面，它有没有给你这种很明显的，假设它放在电视底下，它有没有给你在天花板上面有声音的这种发声的感受？基本上只要都做好，然后就让你感觉很明显、很有感受，那这就是一款好的 Soundbar 产品了。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它的包装内容物之后，我们刚才讲到它有一个校正的麦克风嘛，它这个校正麦克风非常特别哦，体积也跟一般的这种看到的不一样。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观众朋友如果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像我买便宜的2-3万的环绕扩大机，它也有这个校正麦克风啊。基本上 Sennheiser 他们是做麦克风起家的，然后大家是完全不用去质疑说这个像一般2-3万的环绕扩大机，他们的麦克风基本上品质就比较差。品质比较差代表什么意思？它测的数据测的比较不准，尤其是在低频率的部分。那测不准，你的空间校正软体演算法写得再怎么好，你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对，那基本上就是白搭。所以你要做好空间校正，就是你的首要前提就是你有一个好的量测的仪器哦。
那这部分 Sennheiser 就是他们所拿手的啦，就是做麦克风这个事情。那这款 Soundbar 它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完了它的整个单体的配置，然后还有外观外观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它的长度嘛，它的长度是126公分，然后重量呢将近快20公斤，所以在我要把这个 Soundbar 从我们展示厅拿来到这个桌上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费力的，就是非常扎实的用料。所以讲完它的外观、单体配置，讲到它的配件，我接着来讲一下它的软体的部分。这么讲，它的这款 MBO Soundbar 它支援一个非常特别的音效功能，也就是 MBO。没错 ，MBO 的 Soundbar 支援 MBO 的音效，这听起来是非常的绕口。德国 Sennheiser 呢，其实他们想创造一种，其实他们一直在致力于一种录音技术，就是这么讲。从我们最早的录音技术是 Mono 嘛，那接着就有人讲说，我们人有2只耳朵啊，所以我们应该录音乐的时候应该用这种双声道 stereo 的方式去录、去播放，才会像立体声。那一直到近代开始有所谓的环绕音效，所以 Sennheiser 他们就想说，既然就是我们在现代2022年都有那么好的这个录音的麦克风，也有很好的播放的软体界面，那为什么我们不从一开始就是用环绕的收音方式呢？所以常常会看到有这种像你可能会看到好莱坞或者什么一些电影的场景，他们会去收这种用一个球形麦克风去做收音哦，这就是所谓的这种360度收音的应用。那我觉得这种应用它未来啦，它的比较的实际的那种感受，你会觉得感受得到它的地方，就是在一些 VR 的这种影片上面，因为 VR 本身就是一个360度环境的录影的嘛，那搭配这种360度的收音，我觉得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啦。好，那回过头来讲这个 MBO 技术，就是你今天你在这款 Soundbar 它支援了很多的音效的规格嘛，像是 Dolby Atmos， 像是 DTS-X， 或者是他们即将要支援这个Sony 家的360 Reality Audio。在播放这些音乐的时候，Sennheiser 他们会将这些音乐格式呢转换成他们自家的 MBO 音效，然后再借由这个 MBO Soundbar 播放出来。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这个音效给人的感受真的是非常令人的惊艳。我必须要讲，就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说，他的这个8万块的 Soundbar 到底感受怎么样？就是怎么讲的，好像目前讲起来好像感觉蛮普通的，就是它有了这个 MBO 音效这个功能啊，它可以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宽广度。怎么讲？像我在我的视听室里面啊，我们是用一个120寸的布幕搭配投影机。我在看 Netflix， 像是看《鬼影特工》那个非常著名前面甩尾的片段，它的那种天空声道的感觉哦，它可以落在像我坐在沙发上，就是离墙面大概也都有4-5米，它让你觉得在前方45度的天花板上面，非常的夸张。然后它左右的宽度哦，基本上都已经超出布幕了，到我整个墙面的左右墙的极限了。然后接着它在播放《鬼影特工》那一段的时候，它的天空音效不是只有在我正上方哦，它可以在我左声道的上方，也可以在我右声道的上方。所以这整个感觉就是它就像投影布幕放大版的投影布幕一样，把你前方整个墙面都占据了。就是你在开启这个 MBO 音效功能之后，你其实会体验到这种前所未有的那种环绕的感受。那当然，如果你没开的话，其实我觉得声音的确是还蛮普通的。好，那怎么调整？我们后面会有相关的参数教给大家。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看电影的这个 MBO 的音效，讲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讲它的听音乐的感受。这款 Soundbar 我觉得，当然看电影就是 Soundbar 类一定要效果好嘛，但是听音乐它同时也声音做得非常的厚实。像一般的 Soundbar 可能有些人听音乐会觉得说，就是它的声音来讲，可能比较薄，但是这款 MBO 它的人声是非常厚实的，就你听起来会觉得说，那个人物讲话或是人物唱歌都非常有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么讲。其实它当初这款 Soundbar 定位就是在于说，你是可以，因为 Soundbar 看电影效果好，其实不稀奇啦。那听音乐要效果好，这才是
音响爱好者所能接受的嘛，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讲说 Soundbar 就是听音乐很难听，那 NBO 的时候就是要推翻这种论证，所以推出了这种产品。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讲到它的这个 NBO 的音效啊，讲到它播放音乐非常厚实的声音嘛，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播放一小段音乐跟电影的这个录音给大家听听看，到底 NBO 它这款 Soundbar 的效果如何？我们就看一下 VCR 吧。Nice fall in the Dayglow green. Blends right into the Italian architecture. We like this color.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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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好，那我们听完这个 NBO 的声音音效之后，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 Mono Stereo 还有环绕音效的发展嘛，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集专门是在讲这个从单声道演进双声道到现在环绕音效这个演进的过程，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其实我们之后一周发2部影片嘛，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说一周做2部的所谓 YouTube Shorts， 就是短片。大家有任何想看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直接留言。好，那回归到这款 Soundbar 产品呢，我们刚刚讲了它的一些所谓的硬体啊，然后
它的资源的音效规格。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它的一些软体的操作。假如说它有支援这个 APP 的控制，那你在它的 App 里面可以去控制音量。然后它也串流音乐部分，它支援这个 AirPlay 2， 它支援 Chromecast， 它支援这个 Tidal Connect。那我必须要特别提一下这个 Tidal Connect， 因为目前呢，如果你要播所谓在 Soundbar 上面去播 Atmos 的音乐，基本上你只能透过 Tidal Connect。那目前支援 Tidal Connect 的音响 Soundbar 就是 Ambeo， 你还真的找不到第二支 Soundbar 可以去播这个就支援这个 Tidal Connect， 所以就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Atmos 的音乐听起来是怎么回事。那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啦，就是 Atmos 的音乐，他们当初就有讲到说，因为像现在苹果它的假如说 AirPods 他们在讲说他们的空间音讯嘛，就是以后听音乐希望大家有那种不只是立体感，要有环绕感。那我觉得这个应用范围就超级广了。像我记得他们有个实际应用非常的炫，就是你在夜店，大家夜店跳舞嘛，听音乐嘛，他们做那种环绕的音效，电子音效，让你在跳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你四周都有声音飞来飞去，就我觉得这个是环绕空间音讯或环绕音效非常实际应用、非常炫的一个体验哦。好，那这个讲比较远，那回到它的 APP 调整的功能，我们刚刚讲说要分享它的参数嘛，所以我现在简单来讲一下，就是 Ambeo 怎么去做调整。首先呢，它的那个 Ambeo 的这个功能一定要打开，切记一定要打开，你不打开，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蛮普通的。然后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到它底下一个预设的音色编辑，你可以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轻音、一般跟增强这三个选项，其实差异是在于说，我觉得开启了 Ambeo 功能，坦白来讲，它就是把这个所谓天空声道跟侧环绕的音量整个开大，然后把声音的那种 echo 感去做加强。那一般来讲，我觉得增强选项跟一般选项会是比较偏好的。那如果有时候你觉得增强选项那些环境的音效会太抢戏的话，你可以开一般模式。然后底下的 EQ 调整呢，你会看到它有4个 EQ 调整，就是从左到右有基础，然后我记得是中低音，然后清晰度跟壮丽。这边呢，我建议就是在低音的部分，像是基础你可以开到7或 7.5， 然后中低音你开到4。基本上这2个选项，它就影响你一些爆破啊、低音鼓啊、电子音乐这种低音的结实度跟下潜的那种低沉的程度。然后接着我们到右边的这个清晰度以及壮丽。我觉得清晰度这个选项，它其实应该在讲说就是背景音效或乐器的清晰度，而不是在讲人声的清晰度。所以这个你开大的时候，你会觉得背景的音效更明显哦。这边我建议你清晰度可以开到正3。或者是正4也 OK， 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反而建议你把它开到-3。为什么？因为电影的时候，其实像一些子弹的音效啊、玻璃破碎的音效，这些音效都比较，这么讲，它比较锐利。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把清晰度开到正3或开到更高，我觉得以看电影来讲，比较不适合看久啦。那在壮丽的部分，这就是影响人声的就是整个明显的程度了。我就建议你开到正6、正7以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加一点的话，其实人声都会，我觉得稍微都有点偏小。好，所以这就是 Ambeo Soundbar 的调整了。所以其实整个它的 App 做蛮简单，调整也算是简单啦。好，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就是总结哦。总结这款 Soundbar， 我觉得它的优点跟缺点都还蛮明显的。我们先来讲一下优点。优点就是说，它听音乐的表现呢，实在是非常好。搭配它 Ambeo 这个功能，就是我可以说它是最接近这种2声道音响的 Soundbar 了。很多发烧友他们在听 Soundbar 的时候，觉得声音是扁的。什么是扁的？就是他觉得你闭起眼睛听，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声音从地板上发出声音，就是很明显，就是通常讲声音扁的意思。但是 Ambeo 这款 Soundbar， 因为他们有自己独家的音效技术，在打开之后，其实你闭起眼睛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前方的墙面都是有声音的，非常像那种双声道或立体声的音响，好的音响带给人的感受。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环绕的表现，就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它没有后环绕，或者是它没有侧环绕了，所以我讲环绕表现就是说，它今天给你的这种左声道、中声道、右声道是非常宽广的，它可以做到你整个室内空间的，就是从左墙到右墙的极限，然后以及它在整个这种天空声道的效果，就是它可以做到你的前方整个正面都充满了声音，这是我觉得它的2个优点，就是听音乐有很好的音效，然后看电影环绕正前方环绕效果也不错。那当然第3个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来讲，支援了就 AirPlay 2要支援 Tidal Connect， 就是基本上最新的串流的这些技术它都有，然后也可以用它体验一些这种 Atmos 的音乐，这是其他商霸目前所做不到的。好，讲完优点，接着我们来讲缺点。我觉得缺点第一个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它的 APP 可以控制音量，但是它没有做一个所谓就是音量限制的功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像有一些音响他们可以通过 App 去调整音量，但同时它会做一些设定。假如说我可以限制，我今天我在 APP 上面，我把音量开到最大的时候，是原本音量的60%或5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今天有朋友来到你家，或是有小朋友拿手机在做调整。小朋友，不要说小朋友啦，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做调整，我音量有时候不小心都会滑到很大。那小朋友他音量滑到很大的时候，他又不会关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当然设备的损坏，我觉得是其次啦，因为坦白讲，7万8万你坏了再买再赚，那总是会有的。但是今天万一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的太太，因为不会操作，就是耳朵受伤，或是他一直承受着说，我今天不会操作，就音量不小心会很大，会很可怕的这种恐惧感。我觉得这给使用上来讲是会带来蛮多不适的啦，所以这点我比较，我觉得不能接受。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透过 APP 去做改善的，所以看看 Sennheiser 以后会不会就是推出新的韧体去做改变。那第2个就是说，Ambio 的低音其实并没有到一个非常，我必须坦白讲，你以一个8万元、2500元美金的价位Ambio 的低音并不是那种非常出众的，就甚至相较起我之前讲过的 Boss 900来讲，我都觉得不算赢过很多的。那当然它可以外接有线的重低音，但是你买了花8-9万，你买了一个桑巴又那么大只，你自然想要它一支搞定所有事情嘛。买有线的重低音，你第一个你又多花钱了，2-3万块跑不掉；第2个又占空间，你重低音买个10寸、12寸总是占空间吧；第3个你要有线连接，这代表你的重低音跟桑巴摆放的位置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缺点啦。当然，新的一年他们有推出这个新的8寸的无线重低音，就比较可以克服这个问题。那第3个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它无法搭配无线的后环绕，并且在新的2023年 Sennheiser 一样没有推出这个无线后环绕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把时空背景拉到 Ambio 它刚推出的2019年在那个时候它的对手可能会是 Yamaha 的5600，那 Sony 的 ST5000，Samsung 的 Q80T， 就是大概是这样层级的对手。也许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所谓的无线后环绕，还不是一个很致命或者是很严重的短板但是我觉得在2022年它已经度过这个以前桑巴你可以说是神猪打架，但是在2022年这已经是神仙打架的等级了。你看像 Sony 现在它就是非常凶猛，还有 HT-A9， 然后还有 ST5000， 甚至不是 ST5000， 还有 A7000， 那甚至它接着要推出这个 A5000、A3000 的系列，然后三星有 Q990B 这种，就是大家都有无线的后环绕，而且无线后环绕的规格是越做越好的时候，相对来讲，你 Ambio 就是你没有嘛，就是人家有你没有，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痛的短板啦。所以总结来讲我觉得 Ambio 它会适合一些特定场合的使用者。什么意思呢？像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就是你今天你是投影机的用户，
但是你不需要你整个场地弄得太麻烦。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在你投影幕下面摆一支 NBO Soundbar，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前方非常好的这个全景声的环绕效果。那你也不需要做很多的布线，你就是插上电，然后把你的 Soundbar 跟投影机想办法做连接，这样子就可以了。那第二个我觉得会是说，你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你也很喜欢看电影，但是你听音乐的程度是大于看电影的，而且你电影看的片的类型啊，并不是那种以特效居多，你可能是以剧情片就是看的为主的。那我觉得 NBO Soundbar 也很适合你，因为它就是一支就搞定了嘛，这样子。好，那其实最后总结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在2022年的今天，就是你问我推不推荐这支 Soundbar， 我会说你有特定的使用环境，你有特定的使用的想法，那这支是适合你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你没有特定的使用环境，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会说，的确，你有许多的选择可以来看看。好，那这次的节目也就到这边。我们麦式音响就是目前也有展示这支 NBO Soundbar。那当然，如果没意外的话，新的这个 NBO Plus 我们应该也是会展示。那有任何的问题呢，或者想询问价格的，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或官方的脸书粉丝团。如果大家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也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做留言哦。记得喜欢我们要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